为什么是委内瑞拉？谈古论今，侃天看地。大家好，我是格龙。我们继续聚焦国家解剖这个系列。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足，而有的国家如同受到了诅咒一样，在苦难的沼泽里面一遍遍的轮回？他们各自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但是近些年连续被评为世界最悲惨国家、国民苦难深重的奇葩南美国家——委内瑞拉。最近委内瑞拉大选，马杜罗第3次连任，结果宣布的当天就爆发了全国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甚至要出动军队去维护秩序。因何如此？6年前的2018年，马杜罗连任第2任委内瑞拉总统。那一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了30万左右。你没有听错啊，不是3%，是30万。钞票还没有下印钞机就已经大幅度贬值，比草纸还便宜。100万的玻利瓦尔甚至买不起一个鸡蛋。金融体系接近崩溃，社会最低工资只有40万玻利瓦尔，折合不到10块钱人民币，比内战中的利比亚还糟糕。6年过去了，委内瑞拉变好了吗？并没有。其实从马杜罗2013年就任委内瑞拉总统到现在10年的时间，委内瑞拉 GDP 不但不增长，反而大幅下降了70%。国民人均收入从1.8万美金下降到了3659美金，下降了80%。全国的贫困率接近90%。过去5年，63%的委内瑞拉人因为饥饿，体重平均下降了20斤。委内瑞拉人之间开玩笑说，马杜罗餐是历史上最有效的减肥药。现在的委内瑞拉满眼的民生凄苦凋敝，大面积的经济萧条，长年累月占据着全球苦难指数榜的榜首位置。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张知名的获奖照片啊，一个毫无生气的老人垂头丧气地坐在街角，面前的纸本上写着：“请给我任何东西都可以，饿，请帮帮我。”水深火热之下，委内瑞拉国民被迫逃离这个国家。联合国的数据啊，近年来已经差不多有700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途径越境逃离委内瑞拉，逃离人数占3000万国民总数的23%，相当于每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逃离这个国家。所以你能够理解委内瑞拉人的凄惨和他们的愤怒了吗？逻辑上，委内瑞拉哪怕其他什么事儿都不干，什么都不出产，就靠石油，他们躺着睡大觉也能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几十年前的委内瑞拉可不是这个样子，它含着金汤匙出生，是全世界都艳羡的国家。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全世界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是谁？你头脑中首先冒出来的是不是沙特、伊朗、俄罗斯、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一个颠覆你认知的冷知识：这个星球上面探明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叫委内瑞拉，只有9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口只有2600万，探明的石油储量却高达3040亿桶，人均1.2万桶，占全球石油总储量的18%。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没什么概念，我再给你一个对照的维度：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亿的人，探明的石油储量是多少呢？256亿桶，是委内瑞拉石油储量的8%，一个零头都不到。地球有接近1半的能源是来自石油，这个比例远超其他任何一种能源啊！所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世界。逻辑上，委内瑞拉哪怕其他什么事儿都不干，什么都不出产，就靠石油，他们躺着睡大觉也能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更何况，委内瑞拉位于加勒比海最佳的位置，气候、风景都绝佳，同时拥有世界级的金矿、钻石矿、铁矿、天然气。北部沿海盛产海鲜，东部沿海盛产珍珠，耕地面积超过40万公顷，盛产咖啡、可可等等高附加值农作物。单论资源，委内瑞拉绝对的天选之国，每一扇窗户几乎都为委内瑞拉敞开。即便随便搞工业、出口能源、发展农业，他们都会混得体面而光鲜。事实也确实如此啊！2战后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世界石油工业急速成长，油价飞涨。彼时的委内瑞拉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基本稳定的民主国家，石油产量最高达到1天380万桶，混得那是风生水起啊！
大量外资和富豪涌入委内瑞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还有数十万来自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人移民到委内瑞拉。那个时候，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 一度达到了$7424，位居拉美地区的顶端，全球第4，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的委内瑞拉人是真正的富得流油啊！他们在全球疯狂的买，创下最大的苏格兰威士忌消费量，也是当时全球的豪车卡迪拉克的第1消费国。从巴黎飞往委内瑞拉的协和式飞机每周不停，给委内瑞拉送去各种最高档的奢侈品。如果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委内瑞拉或许会成为第2个沙特，甚至比沙特更土豪、更富、更好。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委内瑞拉不仅没有成为沙特，反而成为了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大家可以看看下面格隆会研究院做的这张数据对比图。从1980年到1923年，差不多43年的时间，整个南美洲各个国家人均 GDP 基本上都增长了5倍以上。比如智利，通过转型 ，GDP 从拉美的中下游上升到了名列前茅，贫困率从46%降到了3.7%。整个南美洲尤其只有一个国家例外，那就是委内瑞拉。43年前，这个国家是全南美最富裕的国家。43年后，经济濒临崩溃，人均 GDP 从南美洲最高下降到了垫底的那个国家，贫困率高达90%。短40年，这么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怎么就被折腾成了饿殍遍地、分崩离析？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在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及2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他们的前总统查韦斯，一个是现总统，也就是查韦斯的所谓亲密战友马杜罗。1999年，查韦斯以反贪腐、均贫富为口号，承诺大幅度的提高民众福利、教育、医疗、住房全部免费。依靠这种激进的高福利主张，他成功的赢得了总统大选。从1999年当选到2013年去世，查韦斯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核心做法归纳起来就是3条：反美、反私有制、反市场。为了兑现竞选对民众的高福利承诺，上台后，查韦斯政府给居民提供免费学校、免费医疗、免费午餐、福利住房等等。福利多的数不胜数，有 free lunch， 委内瑞拉普通民众当然很买账，也很幸福。在这种高福利下面，委内瑞拉人几乎都把查韦斯视作神父。但是 free lunch 钱从哪里来呢？答案是强硬的国有化。查韦斯执政以后，实现了全盘国有化，在农村将大型农场收归国有，工商业上面从根本上否定私人资本，否定欧美跨国公司对石油的控制权，驱逐几乎所有的欧美石油公司，并没收私人银行等产业，把原本旧政府所采纳的自由市场经济迅速地转变为政府高度管控的收入重新分配机制。对外关系上面则完全颠覆原有亲美的外交政策传统，将自己打扮成第3世界反美的斗士的领袖，与欧美彻底脱钩，甚至在所有的公共场所禁止使用圣诞老人和圣诞树。这些极左的做法，最开始的时候，让那些以只看眼前利益的底层人民对查韦斯更加顶礼膜拜，同时充足了查韦斯政府的钱袋子，使得他能够有钱任性，兑现高福利的承诺。但是后果很严重，因为经济垮了。第一是大量的外资撤出，带走了先进的技术和人才，同时引发西方尤其美国的全面制裁。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一度非常良好啊，也是南美第1个从美国进口 F-16战机的国家。但是在查韦斯的带领下面，委内瑞拉和美国全面决裂，关系剑拔弩张。一开始只是互相驱逐大使，到后来美国被惹毛了，直接全面制裁委内瑞拉的金融、石油出口，其他国家也纷纷跟风。第二是经济和财富的创造效率大幅度的下降，私人资本的数量被严重压制，活力呢也被大幅度的压缩，低效的国企成为了僵尸和财富创造的黑洞。本国落后的开采技术加上西方的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在国际市场上面迅速失去竞争力，产销量大幅下降，而同时社会腐败的大幅度上升，以及从2014年开始美国页岩油技术突破之后，全球油价从$150一路大跌到$30，令委内瑞拉的泡沫一样的虚幻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全民高福利的乌托邦原形毕露。从2016年开始，马杜罗政府给困难家庭每个月只发
一盒救济食品都不够生存的，高福利名存实亡，烟消云散。在查韦斯把上个世纪油价高涨时期积累的家底折腾了个精光，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2013年他死于癌症。继任的马杜罗没有任何改观，照抄查韦斯的政策路线，依然坐吃山空，继续反美、反资、反市场。有钱的时候呢，给居民免费的发房子；没钱的时候呢，就可着劲儿印钞票，令委内瑞拉成为了这个星球上面与津巴布韦一样鼎鼎大名的通货膨胀大国。灾难一发不可收拾，国民经济彻底崩溃。现在的委内瑞拉穷困到什么程度呢？喝水都是一种奢侈，他们的普通家庭一周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有自来水供应，一手好牌被委内瑞拉人打了个稀烂。要知道，委内瑞拉是有1人1票的选举的，查韦斯也好，马杜罗也罢，以及当下的经济生活方式和道路，他们当初都是投了赞成票的，怨不得谁。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做派，配得上他们当下经历的苦难。正如茨威格所说的，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我是葛龙，关注我，做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的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